在東北亞的迷霧之中，隱藏着一個宛如被時間遺忘的封閉堡壘。在這裡，沒有所謂的網絡衝浪，沒有職業選擇的自由，甚至連你呼吸的頻率、臉上的表情，都可能被寫進看不見的考核表裡。外界的信息進不去，裡面的秘密出不來。今天就帶大家层層剝開這個神秘國度的面紗，盤點那些超乎常人想象的10大硬核鐵律。準備好，後面的規定一條比一條更挑戰人類的認知底線。如果你以為在這個時代，網絡自由就像空氣一樣隨處可見，那接下來的數字可能會讓你懷疑人生。在這個全球網民突破50億，人人離不開手機刷視頻的數字時代，你敢想象有超過2600萬人常年處於斷網狀態嗎？根據權威數字報告顯示，這裡的互聯網普及率常年穩居全球倒數第一，有 99.9% 以上的普通居民這輩子都不知道真正的互联網長什麼樣。他們能登錄的只有一個叫做光明網的超級內聯網，與其說是網絡，不如說這是一個被高度篩選、純人工打造的數字信息孤島。在他們戒備森嚴的電腦裡，運行的是自主研發、由前任掌門人親自命名研發的紅星操作系統。在這個系統裡，別說谷歌、臉書或油管了，全天下能訪問的網站加起來也就5500個左右，而且全都是官方定制內容。在這裡，網吧不僅是稀缺資源，你的每一次點擊、每一次瀏覽，背後都有一雙隱形的眼睛在實時注視。隱私在這個數字禁區裡，那是壓根兒不存在的奢侈品。看完了虛擬世界的降维打擊，我們再來看看現實中被焊死的命運。你小時候的夢想是什麼？在這裡，這個詞可能連字典裡都沒有。長大後你想當什麼？這是全世界無數孩子都寫過的作文題。但在大同江畔，孩子們從一出生，人生的軌道就被死死地焊在了鐵軌上。為了實現資源和勞動力的絕對控制，這裡實行的是強制性的終身職業分配制。當年輕人從高中畢業的那一刻起，命運的大手就會根據你的出身背景、體能考核以及各地區的勞動力缺口，直接給你發一張人生判決書。你想当藝術家、飛行員或者科學家？對不起，除非你拿到了極少數的逆天劇本，否則你的個人意願根本無足輕重。你可能会被一紙調令送到千里之外的偏遠礦山，或者成為某個流水線上的一顆螺絲釘，而且這一幹大概率就是一輩子。想跳槽換工作，在常規流程裡基本形同天方夜譚。曾經為了解決某個土豆產區的人手危機，成千上萬的城市青年被一纸命令直接变成了終身土豆農夫，甚至他們的下一代也大概率要继承這片土地。在這裡，工作不是搞錢的門路，而是一個無形的職業圍欄，徹底鎖死了所有的詩和遠方。你以為連工作都能包辦的地方，至少會給你留一間遮風擋雨的私有港灣？只能說我們還是太天真了。在這裡，房子可不是通過奮鬥就能買到的商品，所有的磚瓦、水泥、產權通通屬於地上神國。在這裡安家不叫買房，而叫接受上層建築的恩賜。普通市民不僅沒有自由買賣或租賃的權利，甚至連你想住在哪個街區，自己都說了不算。由於資源緊張，排隊等分房的队伍往往能排到幾年之後。而如果你想在核心重鎮平壤擁有一套屬於自己的高層公寓，那不僅需要資歷，更需要無懈可擊的身份標籤。然而，有規矩就有反光鏡。在無財產權的框架下，那些充滿生存智慧的當地人，竟然在法律的灰色地带跳起了华爾茲。他們巧妙地利用一種叫做入社證的長期居住證明，玩起了地下的房產置換遊戲。這個證件雖然不是產權證，但因為允許繼承和轉讓，於是成為了地下市场的硬通貨。不過，想要讓這場遊戲順利通關，單靠一張紙是不夠的。一些高檔香煙或絕版好酒，往往成了讓市容管理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絕佳潤滑劑。
這個看似鐵板一塊的魔幻世界，竟然也衍生出了一個魔幻的地下政权地產市场。如果說连房子都可以变成生存游戲的筹碼，那麼當科技变成工具時，它带来的往往不是便利，而是隨时会拉響的警報。现代人的手机是探索世界的窗口，但在那個神秘的磁場裡，一部小小的電話很可能會成為自爆的計時炸彈。雖然截止到目前，其本土最大的運營商高麗電信已經擁有了數百萬的用戶，看似平均每10個人裡就有一部手機，但這背後的代價是常人難以承受之重。這個本土網絡本質上是一個巨大的信息黑洞，它不僅徹底切斷了所有飛往海外的國際信號，而且所有的電子通信都會受到全方位的實時動態監測。說白了，手機在這裡不是用來分享生活的，而是方便上方進行統一管理的超級坐標。曾經就有過這樣一個個案，一名男子因為鋌而走險，使用了從邊境流入的走私手機和海外卡，試圖給遠在海那邊的家人打一通報平安的電話。結果信號剛接通不久，他就被高精度定位，緊接着就是急促的敲門聲。故事的結局不難想象，他直接迎来了最嚴厲的終極制裁。在這裡，簡單的一個電話往往就是生與死的分界線，政府寧可錯殺1000，也要確保沒有任何一絲來自外界的不良噪音滲透進來。別以為不看手機，安分守己就能相安無事。在這個國度，甚至連你的情緒和面部表情都會被寫進法典裡。你可能無法想象，在這裡，連4季更替的7月都被賦予了一種極其沉重的色彩。當地人私底下稱之為憂鬱7月，因為每年的7月8日是他們初代開拓者金日成的紀念日。每當這個特殊的生存週期到來，全社會就會按下靜音鍵。在長達數天的紀念期內，所有民眾被嚴格禁止大聲說話，禁止歡笑，禁止跳舞，甚至連飲酒聚會都是重罪。換句話說，如果你的生日或者結婚紀念日好死不死正好撞上了這幾天，那你最好把所有的喜悅咽進肚子裡，因為一旦被街頭巡逻的特種執法人員發現你悲傷的不夠含蓄，或者偷偷面帶微笑，等待你的可能就是直接打包送往特种再教育基地。不僅如此，在次代掌门人金正日的特殊紀念周期裡，甚至連去雜貨店購物這樣的日常行為都會被按下暫停鍵。這種對人類基本面部神經和情感波動的絕對控制，用行為藝術來形容都顯得過於保守了。能控制情緒還不算完，更讓人直呼離譜的是，在這裡連你的名字都不能由自己做主，哪怕是祖傳的都不行。在這個擁有80億人口的地球上，同名同姓本是再正常不過的概率事件，但在這裡有一個名字代表着至高無上的星辰，絕對不允許任何凡夫俗子共享。從2011年現任最高領導人掌權的那一刻起，一項魔幻的改名風暴席捲全國，官方下達死命令，不僅全天下的新生兒絕對禁止取名為正恩，連那些已經叫了這個名字幾十年的老實街坊也必須在限期內去相關部門把身份證、戶口本以及學校檔案上的名字全部涂掉，重新改名。要知道，在那之前，正恩在当地其實是個含糖量極高的爆款名字。然而更絕的是，前2年隨着掌門人千金朱愛的頻繁亮相，這個名字也瞬間被列入了神聖獨占清單，引發了國際媒體對其可能成為下一任接班人的無限遐想。不管外界怎麼猜，這種在其他地方連劇本都不敢寫的奇葩規定，在當地卻成了維護領袖神聖不可侵犯的最高圖騰。如果說改名字只是讓你麻煩一時，那麼接下來的這條規定則是徹底抹殺了人類靈魂深處的精神寄託。在大多數主流社會，你想信仰什麼，不信仰什麼，完全屬於個人精神世界的自由。但在大同江畔，精神世界的最高神位早已經有了唯一的全職代言人。虽然在平壤的市中心，官方也点缀般的設立了幾座看起來極為莊嚴的教堂，但根據不少海外遊客的實地暗訪，這些教堂常年處於大門緊鎖的狀態，即便是偶爾開放，裡面那些閉眼祈禱的信徒也更像是拿了劇本的特約演員。
嘴裡念叨的往往不是神明，而是當下的紅頭文件。在這裡，對於私自流傳的精神毒物，打擊力度可以說是毀滅級的。曾經有一位外籍遊客，僅僅是因為在餐廳的洗手間裡不小心遺留了一本特種精神毒物，就直接被扣留，並體驗了長達5個月的特殊招待。而到了2023年，更是有本土家庭因為被搜出私藏相關毒物，導致全家老小直接被判處了終身禁閉。在這裡，地下的虔誠者們只能在午夜的地下室裡，用近乎無聲的耳語去守護那微弱的精神之光，因為一旦暴露，代價就是整個命運的終結。如果前面的規定還只是針對個人行為，那麼接下來的法則則開始展現出一種讓人脊梁骨發涼的古老连带法則。現代法律的基石通常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但在那個古老而冷酷的律法邏輯裡，依然保留着一項讓所有人談之色變的硬核连坐制，3代连带惩罰。簡單來說，如果家族中的某一個人在思想上或者行為上觸碰了那條不可言說的最高紅線，那麼對不起，不僅他本人要面臨人間蒸發，他的父母、配偶、子女，甚至連尚在襁褓中或者還沒出生的孫輩，都會在一夜之間被剝奪作為普通公民的權利，全家被打包運往不見天日的特種管理所。這種古老鐵腕背後的心理戰術非常簡單且殘暴，通過拉高犯錯的成本，讓任何有意見的人在動念頭的一瞬間，就會因為想到家人的命運而徹底崩潰。更讓人感到絕望的是，很多在這些封閉空間裡出生的孩子，從睜開眼的那一刻起，就不得不繼承長輩身上的隱形枷鎖，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中度過沒有終點的一生。接下來的這條鐵律，其離譜程度已經超越了常規的生物本能。在生存與信仰之間，他們給出了一道堪稱靈魂拷問的選擇題。如果現在你的家裡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在濃煙密布、只能帶走一件東西的生死關頭，你會選擇帶走什麼？是金銀財寶，還是至親骨肉？面對這個生命考題，當地人給出的標準答案足以讓全世界的心理學家集體沉默。他們的第一選擇必須是懸掛在牆上的歷任領袖畫像。在當地，每家每戶每個工作單位的白牆上，領袖的肖像都是標配，而且他們不是裝飾品，是被立法保護的最高聖物。官方甚至在灾難应对指南里白紙黑字地寫着，面對天災人禍，保護領袖畫像是全人類的第一天職。曾經有媒體大肆報道過一個叫做於香林的9歲女孩，她在火災中不幸罹難，但當人們找到她時，發現她懷裡用毛毯死死包裹着的竟然是完好無損的肖像。為此，她被追授了至高榮譽，學校也因此改名。而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2020年有一位母親在火災的生死瞬間本能地選擇先救出自己的2個親生骨肉，導致牆上的畫像被燒毀。結果她不僅沒有得到安慰，反而直接面臨了特種部門的嚴厲調查與監禁。在這種語境下，藝術品的光輝顯然被放在了人類生命的溫度之上。終於來到了今天的重頭戲。高居榜首的這條鐵律不僅綜合了前面所有規定的荒謬與嚴酷，更將佔總人口半數的群體推入了一個無法呼吸的現實泥潭。為什麼說這裡是真正讓無數海外觀察家直呼不可思議的無聲地獄？因為在這裡，極端神話的體制與男權至上的古老文化發生了一場魔幻的化學反應，最終的沉重代價幾乎全由當地的女性群体默默扛了下來。在日常生活裡，由於特殊的經濟結構，女性往往成為了地下集市和黑市上真正養家糊口的經濟支柱。但回到家裡，她們又必須無條件承擔起所有的家務與育兒重擔。雖然桌面上擺着冠冕堂皇的平等法案，但現實的骨感卻蒼白得讓人心疼。我們可以看一組冰冷的數據，雖然基礎教育的完成率極高，但在高等教育的象牙塔裡，女性的入學率連男性的1/3都不到。在畢業後的職業分配中，
絕大多數女性只能被捲入高強度的農業勞作或環境惡劣的輕工業流水線，拿着微薄的象徵性報酬，進一步加深了性別的刻板印象。更讓人无助的是，在核心的权力决策圈里，无論是最高会议的席位，還是外交方陣的比例，女性的身影都稀缺得如同大漠裡的綠洲。在極高壓力的社会秩序下，一些手握微小管理权力的底層代理人，往往会把这種壓力轉化為對女性群體的隱形剝奪。在那個被嚴密封鎖的土地上，他們無處申訴，只能將所有的夢想和眼淚默默稀釋在每天洗衣服的肥皂水裡。這種從精神到肉體，從家庭到社會的隱形圍剿，才是最讓人震撼且值得所有人深思的終極鐵律。最後我們要聊的是一條隱藏在最高權力層內部，連頂級顯貴都無法豁免的終極高壓線。在很多地方，開會開小差，打個瞌睡，頂多換來一頓批評或扣點獎金，但在大同江畔的高層會議上，這卻是一場直接通往終點的致命風暴。據權威媒體披露，曾任當地防務部門掌門人的玄永哲，在2015年的一次極為隆重的全員大會上，因為連日勞累，不小心閉了一下眼睛。這一幕被定義為了對上方權威的不忠與大不敬，他瞬間被剝奪了所有的勳章與職位，甚至在數天後，直接在數百名同僚的注視下，遭遇了重度科技手段的物理消失。當時的最高層對此給出了一個極為冰冷的定調：在大會上打盹或胡思亂想，其性質比公開反對會議決議還要惡劣。僅僅1年之後，當地教育部門的掌門人金永進也僅僅是因為在一次大型忌會上坐姿不夠端正而步了後塵。這一個個極端的個案向所有人釋放了一個極其明確的信號：在這裡，任何形式的懈怠、不專注都會被直接解讀為對最高圖騰的公然挑釁。所以那句風靡全球的俚語在這裡必須被改寫成：在這裡打瞌睡你就真的徹底完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為您盤點的10個超乎想象的神秘規定。在這個高度格式化的世界裡，每一條規矩的背後都是無數普通人日復一日的真實生活。不知道哪一條最讓屏幕前的你感到震驚？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這裡是井裡蛙觀天下，如果你喜歡這種深度的紀實內容，別忘了點讚、訂閱並分享給身邊的朋友。感謝收看，我們下期再見。